密码错误。曼妮，曼妮，曼妮！生日快乐，曼妮！你不是去送外卖了吗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哎，你怎么手玩啊？礼物已经收到了，你快去工作吧。我买新手机还差2000块钱。哎呀！陆凡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挣钱，你居然在家里跟别的男人鬼混！什么叫鬼混啊？你难道还想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啊？一个送外卖的穷鬼，哪配得上我呀？还挺浪漫，就是太穷酸了，少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吧！别碰我！林鹤、张曼妮，你们等着，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。哎，你，哎，给钱？什么钱啊？停车费啊！你车停这儿这么久，不给钱就想走呀？大爷，我这是电动车，电动车怎么了？电动车也要给钱？不是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你给没钱？哎，你走开！哎，你不要慌了。告诉你啊，臭小子，电动车停这儿也要给钱。我操！现在60后都玩这么花了。这眼睛好像能看到东西的价格，还能透视。这个系统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怎么一个值钱的都没有啊？我靠，100万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爷我发财了！小兄弟，看到什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儿全是老物件。啊，你看，这老板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，大概率是个奸商，不能直接开价，不然非得被狠狠的宰。不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看，哎呦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看着像明晚期的吧？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傻子。哎呀，要不然说小兄弟，您的眼光是这个，2000，拿走。我操，2000！再见。哎呀，小
小兄弟，做生意讲究就是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。您给个价，万一要是成了呢？是不是？要我说，200，成交！我去，这就成交了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坑我呢？小兄弟，你眼光卓绝，谁能坑得了你啊？来，拿钱，拿钱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亏得慌，你给我打个折。小兄弟，我给你的都是成本价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在我这儿，你再淘个物件，我搭一个，就当咱们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那就这个吧。哎，行，拿去。等等，这年轻人不对劲。哎，行，拿去。得，银货2期，概不退换。好，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快来看啊！明晚期的青龙木簪限时特价100万了啊！你小子200块钱在我那儿淘弄东西，转手卖100万，你可比我黑啊你！哎，不是都说了吗？银货2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行，我看你这二傻子这东西卖给谁？明晚期的木簪，真的假的呀？这是？哎，假的，这东西是他花200块钱刚从我那儿淘弄来的。谁说我这木簪是假的？去查查这个人。是。哎呦，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臭小子来我这儿捡漏来了是吧？啊？哎，古玩界讲究一个货过眼不悔，千里手不追，是你自己没眼光，让这宝贝蒙尘了。行，你给我来这套是吧？彪子，小子，钱给你，东西给我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么干，好像不太合规矩吧？规矩，在我的地盘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刚才说这是谁的地盘？小何还是个小美女。你们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刚从医院出来，你们谁要敢动我，你信不信我直接躺地上？哎，这什么？小美女，看到没？100万！你要是陪我们兄弟几个喝几杯，晚上我就当你鉴宝啊！放肆！赵东家，这些人如何处置？敢在我唐家的地界撒野，还敢对我动手动脚！唐家，你是云渊阁的人？武玩大家云渊阁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以后我不想在江都市再看见他。是。带走。呸！唐小姐，这个簪子是我的。刚才那出戏很精彩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小哥的簪子我们云渊阁收了，还请小哥来闭店一叙。陆凡，你出息了！
随便坐。啊，这手感，来，喝茶。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我去，用1000多万的茶杯喝茶，有钱人就是任性啊！你果然能看出来。你说啥？好了，正事谈完了，我们来谈点私事吧。私事？好了，正事谈完了，我们来谈点私事吧。私事？唐小姐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啊！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，想请你作为我们云烟阁的代表，参加9州论剑大赛。哦，不去，听着就很麻烦，而且我还有自己的事儿呢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先别着急走啊，你可以跟我说说什么事儿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不行，这件事儿只能我自己来做。林鹤、张曼妮，你们等着，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。林鹤，你这废物怎么在这儿？林鹤，别忘了，我们之间还有笔账没算。啊，你说张曼妮？林鹤，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马上出去！唐大小姐别着急嘛，别忘了，我们之间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这可由不得你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对赌协议。要是你们无法在9州论剑中取胜，那这云渊阁可就是我林家的了。不一定。爸，是师傅，师傅，在我断气之前，这云渊阁谁也拿不走。唐副会长，就凭你手下这3个不成器的臭鱼烂虾，我觉得费劲。还是说您一个副会长打算亲自参加啊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已经找到一名优秀的鉴定师。哇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唐伟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他一个送外卖，懂个屁的剑法！哈哈哈！真的把我笑死了！哈哈！唐小姐，原本我并不想掺和你们的家里事，但这件事跟他姓林的有关系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陆凡，你一个臭屌丝还蹬鼻子上脸是吧？赶快滚出去送你的外卖！唐会长，唐小姐，在下有几句话想对林鹤说，劳烦2位不要打断。你说吧。林鹤，我你笨东西啊你啊！你以为你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去！你给我闭嘴啊！我去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去！18个！不好了，李少死白摸了，医院，快送医院！林少，洗干净脖子，给我好好等着。不好意思啊，
让诸位见笑了。没事儿，我也挺解气的。一个满口脏话的市井痞子，师傅，您可千万不能让这种人代表咱们云渊阁去参赛。萧峰，我正愁骂人没骂爽，怎么，你想试试啊？你敢？师傅，参赛代表本来就应该是大师兄，怎么也轮不到一个送外卖的吧？小魏啊，你既然这么看好这个后生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他是我男朋友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小师妹，你这眼光也太差了吧！送外卖的想要参加九州论剑，至少得有一件价值超过1000万的藏品，就这还只是门槛，要想夺魁，那就更得是举世无双的珍品。哎，就你这样子，能拿得出来吗？哼，我以为多高的门槛，才1000万，3天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给你带件破亿的过来。大言不惭！你当那些过亿的宝贝都是大白菜啊？我要是带来了呢？你要是能拿来，啊，我把那个砚台给吃了。那倒是不必啊，400多万的砚台被你吃了，怪可惜的。这样，我如果带过来了，你把那480万赔给我就行。那你若拿不出来了，我给你480万。可以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唐会长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晚辈就先告辞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那块砚台的确是480万收的。等等，你刚才是认真的吗？这林鹤有一点说对了，我的确送了3年外卖，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守。然后呢？明天有一场规模相当大的古董珍玩交流会，说不定在那儿可以淘到好东西。那不也是全靠运气吗？你放心，如果交流会没有好的藏品，我给你。这大小姐人还怪好的，不过我刚放完狠话，转头就管人家要东西，我这张脸还往哪儿放啊？多谢唐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陆凡还用不着吃软饭。什么叫吃软饭啊？我又没包养你。这釉色太好看了吧！尤其这纹路跟天然长得似的，这瓶子形特周正，看着就大气。这人物画的太传神了吧！几百年了，颜色还这么好。虽然东西不少，这都没有太值钱。虽然东西不少，可这都没有太值钱。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这个废物？哎呦呦，林少，你骂人的样子好像在撒娇啊！要不要我教教你啊？啊？哎，公共场合控制一下。林少，你消消气，这个废物肯定是放不下我，所以才故意跟踪到这儿。这种人就是这样，像个狗皮膏药似的，就会死沉稳。这是你前女友，陆凡，我真得怀疑一下你的眼光。我不知道，这人可能装。张婉妮，怎么当小三给你当出优越感来了？你还挺自豪是吧？要不要我给你发个奖章啊？啊！你就是个窝囊废，以为傍上个富婆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只是个废物，哪来的野狗在叫，吵得我耳朵疼。林鹤，你的爱好真够猎奇的，
陆凡，你不是什么鉴定师吗？来，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咱们每个人挑3块原石，价高者输了的人，我看你也没什么钱。这样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头叫爷爷，我就放过你。汤小姐，我对咱们林少改观了。您瞧瞧，多孝顺一孩子呀！啊，变着法儿的要认我当爷爷。只可惜啊，我这人挺讲究，没你那么下贱的心思。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老板已经把价值最高的几块做好记号了。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陆凡，你就等着跪下来叫爷爷吧。就这块了。第一轮，先切林少的石头。你可别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糊弄。您放心，这是我的镇店之宝，早些年花大价钱买的。您看这皮盒啊，松花成团，蛤蟆皮透着油光。您再看这儿，哎，跑不了的玻璃珠定律。陆凡，一会儿你就等着跪下来叫爷爷吧。林少，你看这个穷酸鬼的表情，一看就什么都不懂。笑，我看你一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这个老板一定跟林鹤川都好了的，再这么下去你会吃亏的。我们还是不比了。放心，这2个卧龙凤雏难得凑到一起，不得好好品鉴一下。切啊！来，快切！再不切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你就得意吧，一会儿看你怎么哭。林少，您看这水头，这颜色，现在行情至少800万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真东西。穷屌丝就是穷屌丝，自不量力。你现在就跪下叫声爷，说不定林少还会赏你块边角料呢。要不咱们还是不比了，反正他们是串通好，已经作弊了，也不算你输。你可别乱说，什么串通，输不起，要耍赖。放心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穷屌丝能开出来什么东西。快点！哎呦，还挺沉。这不就是在河边捡的石头担子吗？生瓜担子，赌石啊，不是块大都行的，知道吗？把灯给我。我还以为有什么玄机呢，光都打不透，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？是不是破石头？开了就知道。等一下，怎么后悔了？现在想换可来不及了。师傅，从这儿开始切。从这儿切，你确定？当然，这小子是菜鸟吧？刚切西瓜呢。我看呀，他是知道输了，故意捣乱的吧？陆凡，
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一刀切这么深，好好的料子都切坏了。是呀，从业这么多年，我还没见过从这个位置开始切的。放心，听我的，切，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？随便怎么切都行。快，别磨叽。就是装模作样，他真以为自己是专家。小嘿，就这还能不能长啊？长是长不了了，看垮吧。放心，信我。长了！我的天哪，真的出绿了！这颜色，这水头可是帝王绿啊！林少，这不可能！哎，这光得有10厘米深，正儿八经的玻璃种帝王绿，无价的，无价之宝啊！小兄弟，这块玉我出3000万收。3000万打发叫花子呢，我出4000万5000万！哇，现在就1000，6000万，我出6000万收。给我啊！给我！师傅，继续切，把四面都切开。小兄弟，不能再切了，已经见绿了，还是帝王绿，现在应该擦平，慢慢磨，直接切，这一刀下去，几千万甚至上亿都没了。照着您画的这线这样切，直接是从最核心的地方开始啊！万一，我是说万一。老板，你说句话呀！那个陆先生啊，这个情况那真是一刀天堂一刀地狱，这万一要是切垮了，谁负得起责任？陆凡，大爹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放心，切，一切后果我负责。切。我的妈呀！无名无劣啊！老天爷啊，这不是梦，我这辈子没白活呀！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以后你说1加1等于3我就信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真的这么值钱吗？凭什么？就是个臭屌丝！凭什么？小兄弟，东西卖给我，现在立马转账！陆兄弟，你开个价，立马签合同，别抢啊！那个陆先生啊，您看这是在我厂子里开出来的，我是不是有这个优先回购权呢？我要1个亿，我出1个亿，我出1个亿。曾叔叔，这么巧，您怎么来了？令尊最近可好？托您的福，父亲身体安康，最近还经常念叨着您呢。您是？这可是玉石界的泰斗，国家玉石质量检验专家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曾建新，曾先生。原来是曾老前辈啊！曾老前辈，你今天来也是来买原石的吗？这块玉石藏得这么深，就算经营石道数10年的老手，也不一定能够看出来。你一眼就能够挑出来，而且画线还画得那么准确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我有透视眼。因为我有透视眼啊！哎，别闹，说正经的。这年头，说实话都没人信。小伙子，
你要不想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曾叔叔他不是那个意思的。无碍，小伙子，这块帝王绿我愿意出1个亿，你可愿意出手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你真的能在3天之内就找到破1的宝贝了。不对，这是玉石，不是古董，不作数的呀。那也太可惜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拿作资金去拍卖行买。1个亿，1个亿。林鹤，还有2块，你是打算现在跪，还是切完再跪？陆凡，别得意太早，你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看来你是打算再挣扎一下了。老板，剩下我们1人2块，赶紧都切开吧，我等着孙子呢。林少，你看这，好啊，今天算我认栽。说吧，想要多少钱？钱？我不要钱，我要你跪下，现在！哎呦，林少，怎么个情况？玩不起啊！林家大少爷玩不起喽！是男人就说话算话，大家看看你的骨气。跪！都给我闭嘴！陆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林少！起开！你什么急？林家了不起啊你！快拍！林少跑路喽！林大少跑什么？输就别玩，怂包！陆凡，小混蛋，真可惜。二位，稍留步。小陆的钱我会安排人尽快给转过来。多谢三叔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这么好的料子我也没吃亏。刚才我听小薇说您要找价值过亿的藏品，是要参加九州论剑吧？叔，你也听说过这个比赛啊？不过就算是拍卖会，要想找到价值过亿的藏品，也是极其困难，常规渠道几乎不可能。曾叔，听您这么说，您肯定有非常渠道了。你这丫头啊，从小就聪明。明天下午在汉墨斋有一场规格极高但不公开对外宣传的内部赏真会，参与者都是圈内的资深藏家。我呀，因为某些原因不方便直接出手，但我可以做保，我可以带你们进去。曾叔，可真是及时雨啊！真是太谢谢曾叔了。要他死！我要他死啊！去找个人，开车把他给我撞死！林少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给他钱，100万够不够？200万够不够？就是一条人命嘛，我又不是买不起。林少，冷静点，我们没必要闹出人命。你不是在严严阁有人吗？没错啊。喂，是我，你不用盯着这圆圆阁了，去盯着陆凡，就是那个臭送外卖的。谢谢。那我走了，明天见。哎，等等，刚才曾叔叔在的时候，我们来及告诉你，这个汉墨斋跟林家有很深的纠葛，所以明天下午的拍卖会，这个林鹤很有可能会从中作梗。机会难得，今天的交流会你也看了，超过100万的藏品都很少，而且全部都是溢价在卖。我总不能扛着铁锹去挖那些王公贵族的祖坟吧？我看你下一次
还敢不敢瞎打赌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一件明代惹的天青釉，破亿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只不过什么？那东西在我爸的书房里，我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才能拿出来。我说唐小姐，你是真不怕被家暴啊？谁说的？我爸他舍得打我呢。还有，你以后别叫我唐小姐，怪身份的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就叫我小薇就好了。带走。他是我男朋友。没事，别老发现。哎，陆凡，这种场合呀，鱼龙混杂，高仿做局啊比比皆是，需要极其谨慎。但是我听内部消息说，有件拍品是海外回流的清乾隆珐琅彩，但消息真假还没有得到验证。这次我没经验，让你给跑了，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林少，他们来了，找个理由让他们滚蛋。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你告诉我哪儿不整啊？哼，最起码要打个领带吧。看清楚，这是曾建新曾老先生的引荐函。你告诉我，曾老先生亲自作保的客人，还需要打领带来证明衣冠整齐？这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。哟，合着你们汉墨斋的规矩比曾老的面子还大呀？还打领带？要不要我买条红领带系脑门上，给大伙助兴啊？别捣乱，叫你们经理过来。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让他们滚蛋！就算曾建新来了，也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。今天来都是什么身份的人？堵在门口是怎么回事啊？唐小姐，抱歉啊，是手下人不懂事儿啊。那个，咱们到接待室谈啊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谈。王经理，哎，你们汉墨斋连曾老的面子都不给，您稍等啊。喂，曾老您好，哎，我是汉墨斋的小王。对，陆先生和唐小姐现在在汉墨斋的门口。是，明白，我马上就请他们进来啊。二位，里面请。是我管理不善了，二位见笑了啊。还有林少那边，这个二位多担待。林少？哪个林少啊？赌石赌输了，哭着回家找妈妈那个。哎，我就说呢，怎么今天刚一进门就给我整花火？原来他也在，正好我还等着他给我补柜呢。哎，请。好多人啊！哎，你看，第一排那个就是瓷器专家李老。废物，这都拦不住他们。哦，真奢侈啊！各位贵宾，汉墨斋内部赏针会正式开始。二位，林少啊，第一件拍品，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莲盘，起拍价800万。820万。82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820万。850万。850万，出价85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？860万。860万，这位女士出价860万。
假的，釉面贼光，底足的火石红是化学染色。这么远你都能看清，但是你看李老都点头了。我2只眼睛都是2.0的。910万，91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91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？910万第一次，910万第二次，91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冤大头。接下来本场重头戏，清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涂碗，海外回流的真品，品相完美。起拍价5000万。哎，你看，曾叔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了。不对劲。怪不得。6000万，6000万，这位小姐出价6000万，6500万，65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650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？陆凡，你发什么愣啊？你再不出价，都被别人买走了。哎呀，再等等，8000万，80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8000万，8000万，果然是他在捣乱。一个满口脏话的市井痞子，师傅，您可千万不能让这种人代表咱们云渊阁去参赛。周豹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和林鹤是一伙的吗？哎，小魏，你跟我来这儿的事儿告诉过别人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今天来这儿，我爸知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碰见大师兄了，他应该也知道。那就是是什么啊？小魏，你看那个戴口罩的人，像不像你大师兄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这儿都能看得出来？咱们从一刚进来就在备受刁难，林鹤怎么会知道我们来这儿？是谁告诉你？你、我、曾会长，还是唐会长？可是大师兄从13岁就跟着我爸，我爸把他当做亲儿子一样培养。他这就要问他本人了。这件珐琅彩虽然是真假，但是有暗伤，别说1个亿了，800万都不止。咱们就让你大领赏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今天晚上就去我爸书房把那件春秋给借出来。不用，这真的不用。唐会长年纪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是让他少操心吧。8000万了，还有没有比8000万更高的？他们怎么还不出价？钱没带够？不可能啊！那个老不死的才花了1个亿把他石头买下来。那个土鳖就是一块地缘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应该是舍不得吧？你确定唐薇来拍卖会是买古董参加比赛的？你可别骗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可欠着我2000万赌资呢！不，我确定，我亲耳听见的。为了这事儿，他还跟我师傅大吵一架。去，我不允许！那可是我为你准备的嫁妆，你竟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穷小子，就把他给送出去了？不是送，他昨天一下子就赚了1个亿，我会让他买的。那可是入窑里的极品，现在世界上也仅有那么几件现存，1个亿你就卖给他了，你怎么不把活也卖给他呢？爸，我知道错了。叫师傅。师傅，你不让我碰那件汝窑天青，就算了。要不你给我支个几千万，让我去汉墨斋掏点东西，您总该同意吧？师傅，您看看，你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怎么做事还毛手毛脚的呀？死丫头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
臭屌丝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确定这件珐琅彩一般人看不出来问题吗？当然，我选的都是真品，瑕疵都在极其隐秘的地方。哎，上次那个港岛的收藏家钻研古董几十年，他不也没看出来？8000万第一次。他怎么还不出价？说，是不是你把消息走漏？你说，不，绝对不是。月底我要是再还不上账，他们就要废我一只手。我还盼着这珐琅彩能拍够1个亿，到时候您分我2成，我好填窟窿啊！8000万第2次。难不成是新增的那个老东西看出来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，他压根没上手，只凭道听途说，怎么可能看出来问题啊？难不成陆凡那小子他能离这10几米的距离看出东西上的瑕疵？8000万第3次。我完了，这个就完了。我出1个亿。8000万第2次。你看，说对了吧？他呀，就是在故意提价。这下好了，全砸手里了。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8000万第3次。我出1个亿。这位小姐出价1亿。小魏，你干什么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这个汉墨斋的背后有林家的影子。虽然我不知道林鹤的手中有多少股份，但是现在他以次充好，这种事情如果流传出来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妹子，你笑得好阴险，不过我喜欢。1个亿第1次。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确定能找出瑕疵？当然。1个亿第2次。太好了，林少爷，他们还是没沉得住气。还好，像宫粉心跳似的，还太嫩了。1个亿第3次。成交！恭喜这位小姐拍得这件珍贵的乾隆珐琅彩。各位贵宾，接下来这幅藏品可有点意思，一幅无款无印的山水小品，粗麻纸本，寒江、孤舟，一个渔翁背影。哎呀，我的个亲娘嘞！怎么了？这幅画很厉害吗？各位贵宾，接下来这幅藏品可有点意思，一幅无款无印的山水小品，粗麻纸本，寒江、孤舟，一个渔翁背影。东西肯定是老的，虽然作者不明，但仅凭这意境和画工就知道是大师之作了。起拍价120万。没有作者和年代，只凭意境和画工，大概率会流拍。你确定是一幅真品？陆凡，陆凡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草稿残片，内含汴京地图。张择端为了躲避金兵，故意将真迹藏于仿画之中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太好了，咱们参赛的东西有着落了。只是要沉住气，不能让林鹤发现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但是你太疼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太激动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？曾老的1个亿买了珐琅彩之后，我身上就只剩100多万了，不太够。你在说什么？这1个亿怎么能让你出啊？但是这么多钱，你怎么？你是觉得本小姐很穷，出不起这1个亿？是有钱人的世界，我是不太懂啊。没有人出价吗？
那么很遗憾，121万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每次加价幅度不能小于10万。那就130万。哈哈哈哈！这个臭穷酸真是笑死本少爷了！哈哈哈哈！这个臭穷酸真是笑死本少爷了！一个市井痞子，终究是难登大雅之堂。哎，不对啊，他一个臭屌丝买幅画干什么？150万！150万！这位先生出价150万。150万，第一次。这小子怎么跟了？难道是为了阴我才加价？上当了！150万，第二次。160万。160万，现在的价格是160万。还想继续阴我？这次我不可能再上当。你继续砸钱买吧。160万，第一次。160万，第二次。160万，第三次。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。哎呦，外卖仔上这儿来捡破烂来了，让我瞧瞧，你在这儿捡着什么好东西了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孙子。说什么？你也就趁现在9州论剑，你输定了。到时候不管是你还是云渊阁，就都是我。林先生，先别着急走，一会儿有场好戏，请你看。什么意思？唐小姐，陆先生，林总有请。林少啊，您也在呢。林总，找他们两个干什么？这得问您自己啊。问我？林先生，你用瑕疵品以次充好的事情被发现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什么？这小子怎么发现的？林总，有人宣称汉木斋名下的拍卖行以次充好，请问情况是否属实？多名受害者联合发声，希望贵公司做出解释，您是如何看待的呢？那些藏品是否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？我们已经请了评委组做了评估。我这次前来就是来验收结果的。事情一有进展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林总，这就是汉木斋幕后老板吗？也是个富婆。你就是那个发现瑕疵的人？对啊。好年轻啊！你想干嘛？林总，我们还是直接谈正事吧。好。林少，东西是你送拍的，给个说法。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专家看过之后才上拍的，他们都没看出来问题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看你是完全不懂，谁在问你怪谁了？我只是需要有个人给我担责而已。他凭什么我来担责？你不担责，难道由我来担责？董事会已经决定收回林家13%的股份，解除你董事会成员的身份。林爷，你少拿董事会压我！如果当年不是我们林家注资，你们汉墨斋早倒闭了。所以你就堂而皇之的当助手，损害我们汉墨斋的声誉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
而是在通知你。我不同意！你敢打我？我爸都不敢打我！我最讨厌你们这种被惯坏的二世祖。当初要不是看在你们林家那点钱，你当真以为我会给你好脸色？你林少，外面还有很多记者在场，我劝你给自己留点体面。行啊，行，合起伙来对付我是不是？这事咱们没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林少，你当自己是灰太狼呢？哎呀，赶紧滚啊！我都替你寒碜。这说起来还是要感谢陆先生，替我们汉墨斋除掉了这个蛀虫。我早就想要动手了，只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不用谢。哦，对了，之前林鹤跟我赌石，输不起直接跑路的事儿，被好多人录了下来，放到网上。您可以上网去买点热搜，让他出个名。看来陆先生不止鉴宝这一道颇有建树，连商业运作也在行呢。不知道陆先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汉墨斋当首席技术顾问，年薪1800万，还有额外的佣金跟提成，您意下如何？林总，关于那件乾隆珐琅彩的赔偿问题，可还没有解决。您不应该给我这个受害者一个交代吗？唐小姐是在跟陆先生谈恋爱吗？谁说的？你别乱说，别说其他没用的。我们现在谈的是赔偿的事儿。好，你今天在汉墨斋的所有消费，我们全额退款。至于那件珐琅彩，全当赔礼，赠与你了，如何？勉强可以接受。我们走。二位请稍等。放心，关于瑕疵的事情，我们会说只是一个误会。陆先生，那幅未落款的画到底有何神奇之处？他不会发现了什么，想把画要回去吧？好像跑不掉。等一下，这个场景怎么好像在哪儿经历过？老板，你们这么干好像不太合规矩吧？林总，您如此行事，好像不太合规矩吧？唐小姐未免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既然现在已经出现了以次充好的事故，所有的拍品都会被召回，自然也包括陆先生的那件山水小品。这也正是我们汉墨斋的规矩。这女人是个利益至上主义者，想要对付她，得谈钱。东西当然可以还给林总，只不过林总这样做有点亏呀。哦，我亏在哪儿了？当然是亏在让我不爽。陆先生还真是幽默呀。你们那群专家看出来那个珐琅彩的瑕疵在哪儿了吗？林总，那件珐琅彩确实是我们疏忽了，但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呀。对呀，那道右下的暗葱裂纹细得跟头发丝一样，还刚好在珐琅彩藏字连纹的那道阴影褶皱里，这谁看得出来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幅《独钓寒江图》，这是那幅画的名字吗？
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你当然没听过。当年金军入侵，张择端想要把真话藏起来，就得用假话盖住，自然不会声张。荒谬！张择端是何等人物啊？他可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作者，他的真迹怎么会藏在这种无名小话之下？一派胡言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无款无印，仅凭一个故事，就说是张择端的真迹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。不过是运气好，才看出了瑕疵而已。这样的好运不可能出现2次。仅凭一句话的确有点牵强，但如果他的话是真的，那这幅画的价值不可估量。干嘛？就这么不想承认自己看走了眼？我相信你。诸位，可否与我一同鉴赏这幅《独钓寒江图》？怎么看都是晚清风格，与北宋张择端差之千里。哎，住手！一定要我回！我的天啊，陆凡！如果不是你的话，这幅张择端的真迹就要名重蒙尘了。而且这好像是一幅地图。没错，虽然这幅地图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，但是它的考古价值可以说是不可估量。这种眼力，这份气度，简直就是深不可测。他究竟是谁啊？陆先生，还真是让我印象深刻了。这就印象深刻了。还有呢，您请说。哎，你们那个什么斋？汉墨斋啊，对对对，汉墨斋。因为这次的丑闻，应该损失了不少钱吧？再加上林氏撤资，怕不是有点肉痛哦。没错，林总壮士断腕，这份果决勇气实在令人敬佩。正好我们唐家这段时间对古董拍卖这份生意十分感兴趣，不知林总是否愿意合作？行了，就帮我放在这儿吧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提醒唐会长周报的事儿。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怎么还有事儿？这一次云渊阁不仅收获了一件珍贵的古董藏品，还和汉墨斋建立了合作关系。我作为少东家，怎么也得感谢一下吧。行，我知道城东有一家火锅挺好吃的。没问题，我这就派人把这家店买下来。啊？只不过只是一家火锅店，怎么感觉有点寒酸呢？不是，我以为你要请我吃顿饭呢，怎么动不动就要把人家店给买下来？不要啊，不要，我可经营不好那东西。那我给你买一辆车吧，你们男人不都喜欢跑车吗？你这多少就有点刻板印象。那你不喜欢跑车吗？喜欢。这大跑车，天哪！你的那些行李就让他们帮你收拾吧。别墅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你的那些旧家电、旧家具什么都不要了。你的诚意我已经收到了，但是房子的事儿，你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。毕竟我手里还有个几千万。凡凡，妈，好你个陆凡，发财了就躲着妈，连个电话都不打呀！你和令堂的关系怎么感觉有点微妙？她是我爸再婚娶的后妈。哎呀，这就是你勾搭的富婆呀！你看看，穿金戴银的，一看就是个狐狸精。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也别太过分。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要不是我和你爸从小把你拉扯大，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？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给我转300万！阿姨，你别生气，阿凡他不是故意的。阿凡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这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。你赚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能1分钱都不给阿姨呢？这也太不孝顺了。哎呦，张曼妮，
你演技可真好啊！啊，奥斯卡都得欠你一座小金人呐！张曼妮，你以为你是女人，我就不敢动手打你了是不是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把我惹急了，要不然我今天我他妈……你敢！怎么了？强，怎么这样啊？原来这就是扇巴掌的感觉，好爽啊！有点理解吗？哎，你可是个好孩子啊，别跟他学坏了。阿凡，你怎么能让外人打我呢？好你个小贱人，竟敢打我未来的儿媳妇！我和你拼了！我，你放开我！哎呀！大家都来看看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！就是啊，这个还不怎么跟上呀？这富婆啊，她打人了，她不给钱，她还打人呢！哟，天哪！阿姨，阿姨，你别怕，唐为他动手打人，必须赔偿，不然我们就报警抓他。报警？那正好，刘桂兰女士、张曼妮女士，你们二人涉嫌诽谤、侮辱、敲诈勒索，并在公共场合寻衅滋事，扰乱治安。小马，让公司的法务团队草拟一份律师函送过来。好的，少东家。他们公司还有律师啊？没关系，他们没有证据。哎，谁说没有证据了？看见没？最新款的跑车，刚买的，搭载了最先进的全车哨兵模式。你们刚才说的话、做的事儿都已经被录下来了。哎呀，凡凡呐，我可是你妈呀，你不能对我这样啊！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闹成这样，多难看呐！家人，你还有脸提家人2个字啊？啊！自打你嫁进人家，你有把我当做家人吗？我爸常年在外打工，钱一分没少的转给你，可结果呢？我只能吃剩饭，穿旧衣服，动辄还要承受你的打骂。自从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1分钱的抚养费，我只能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。天哪，这样啊！现在我发达了，你想起来你是我妈了，还管我要钱，我还想管你要钱呢。没钱，我没钱，我哪有钱？你都那么有钱了，问我要钱干什么呀？我可以不跟你要钱，毕竟你是我爸明媒正娶的续弦，老家的房子还有我爸的积蓄都给你，我只要求把我爸、我妈的遗物通通还给我。那些垃圾我都扔了，就剩下遗像还在。好，那你再给我签一个断绝关系的声明书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半点瓜葛。那我呢？你们3年的感情，难道在你眼里就一文不值吗？那可是我3年的青春啊！张婉妮，你想跟我算账是吗？行，今天我就好好跟你算笔账。看好了，这3年以来，我给你转的红包，给你转的生活费，给你买的东西，可都是有记录的。而你呢？3年，你在我身上花过20块钱吗？那怎么了？你作为我男朋友，给我花钱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还男女朋友呢？3年了，你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，这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吗？说什么啊？嫌弃我身上有汗味，我只能睡客厅。而你呢？你和那个林鹤。我去查了一下你和林鹤3年以来的开房记录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啊！3年600多次。哎呦，张曼妮还挺饥渴。真不像话了！你胡说，哪有那么多次？哎，听见没？哪有那么多次？哎呦，要不是他自己说漏了嘴，我还真被他给骗了。见过他，之前还骂别人穷酸，现在哭的可真的是的。真是世风日下啊！没错，的确没有那么多次，毕竟你更喜欢把人往家里领，而且
这个其实是我的购车合同。某些人心里有鬼，不打自招了，真是可惜。那你就没错嘛！我有错？我他妈有什么错呀？你错了，你太错了。你错就错在你不会爱自己，给渣女当 ATM， 被人欺负了你还反思自己，赚了钱连一身新衣服都舍不得吗？你说你该不该罚？那唐老师想怎么罚？那就罚你明天陪我去逛街啊！你看看你，都身价过亿的人了，还穿20多块钱的衣服，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，难不成你想这么上台？至于他们跟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废，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，你不会去告他强奸的白痴？可我跟他从来都没有，而且唐卫那边有律师。他有律师，我没有啊！我只是要让他没法参加后天的比赛，又不是非得告赢。现在，立刻马上去给我报警！谁啊？让开！好狗不挡道。张曼妮小姐，林总有请。林总？什么林总？我不认识。我赶着去报警。报警？是要告陆凡强奸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林鹤让你来的吧？不过他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诬告、陷害，尤其是像强奸这种重罪，是要进去坐好几年牢的呀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诬告？林总在车里等你。或者你可以选择现在进去报警，不过我保证你走不出那个门。好，我去见他。林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张小姐深夜造访警局，还真是勇气可嘉呀！我是来……林鹤那个丑货给你画个饼，你就敢顾自陆凡，也不看看自己屁股底下活该！这是诬告，假的。真假，法官说了算。数额嘛，足够让你在里面待上好几年。别觉得林鹤他会保你，他现在这连自身都能扛。Jessie， 是林总。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我求求你了。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受惩罚了。Jessie， 动作快点！林总，是我，麻烦已经替你们解决掉了，没关系，毕竟陆先生是我重点关注的项目。如果这个时候出了问题，那我岂不是血本无归？林总，张曼妮已经移交给警方了。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了唐家和那个来路不明的小子，值得咱们动用这么多资源吗？就凭他能一眼看出那幅毒调寒江图是张择端的真迹，而我们的专家定价120万就把它上拍了，你不觉得陆凡其实跟那幅画很像吗？生母早亡，童年缺爱，缺乏认同感。你说这样的人该怎么拉拢？施恩于他。不错，唐卫啊唐卫，你不过就是比我幸运一点，比我更早遇到他。像你这种傻白甜还想跟我争，想得美！
唐小姐、陆先生，把预约的3套拿出来吧。两位这边请。比赛现场灯光强，深色的更显庄重。领口敞开3公分更合适。林总，陆先生是要参加9州论剑吧？确实需要换一件符合身份的着装。这年轻人嘛，就该有年轻人的锋锐，干嘛学那些老古董？啊，那个谁，啊，帮我把2件都包起来吧。林总对男性着装如此熟练，怎么汉墨斋还兼职造型顾问啊？掌握细节是商人的本能，就像是鉴宝，柔光看釉，硬光看裂。你说，我说的对吗？那个，啊，领口有点勒得慌，那我就换一下试试。这你从哪儿找到的？汉墨斋刚好对典当生意有些涉猎，然后令尊续弦又刚好将这些老物件都变卖给了当铺。这是……如果不是这张邮票，这些东西还真就找不回来了。林总，谢谢你，这些东西真的对我很重要。那就预祝陆先生在9州论剑上大放异彩。比赛见。其实我跟林总是同辈，只不过我有我爸的庇护，而他大学没有毕业，就一个人把濒临破产的汉墨轩重建成如今的样子。我的确不如他。怎么，吃醋了？谁说我吃醋了？我只不过是感慨一下。林总对我说是想帮我绑在汉墨斋的战车上，其实他也挺缺乏安全感。而你就是单纯的对我好，这一点我还是能分清。你是在说我笨吗？喂，陈师姐。什么？珠宝不见了？爸，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大师兄有问题，你怎么还让他跑了呀？都说了叫师傅，唉，算了，随便你吧。是我心软了，本想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向我坦白一切。唉，谁知道……唐振岳，给小爷滚出来！林鹤。你敢在云阁撒野？撒野！我是来给你们送终的。找这么一个捡破烂的垃圾参加比赛，你们云渊阁是没人了吗？哟，大师兄，都当叛徒了，还戴口罩干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们林大少连脸都不让你露啊？怕啥？让他们看云渊阁大弟子是怎么跪着求我收留的。师傅。我欠了赌债，主报，
养了你20年，你因为赌债去投奔了林家。啊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行了行了，别假惺惺的了。你赌钱的时候不是挺有胆量的吗？老爷子，我得谢谢，把云渊阁看家本领全都交给他了。正好，我正打算让他代表林家出战，把你们云渊阁给我赢过来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唐卫，你还有云渊阁都是我的，你跑不掉的呀。林少，谁给你的胆子在我面前喷垃圾话呀？啊，我看又欠骂了是吧？林浩，我操你妈！外卖仔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以为自己踩了狗屎运就是个人物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次参赛的全都是业界的大拿，你就等着露怯吧。孙子，你跟你爷爷说什么呢？赶紧上网看看吧，你林大少赌石输了跑路的英姿都已经成梗了，还在这得意呢。该死，肯定是你们买的热搜。一个跳梁小丑，一个臭不要脸的叛徒，不赶紧找个臭水沟把自己淹死，还在这满嘴喷粪恶心人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哎呀，林少，这就破防了！哎，你也不行啊！哎，你们林少快不行了，赶紧送医院吧，别到时候死在这儿，多早！你给我等着！9州论剑赛上，我一定把你踩在脚下！哎，林少，回去多准备几条裤子啊，别到时候输的尿裤兜了。师傅，我滚！从此云渊阁没你这好人！林少，要不还是先送唐会长去。快送医院！病人已经睡着了，他现在需要静养，一定不能再受刺激，也不能再操劳了。好的。放心吧，唐会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次病情不算严重，主要是他太激动了。原本我爸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，只是这次周师兄的背叛也太突然了。就让唐会长好好休息吧。明天就是比赛了，我爸原本是评委之一，这下也是去不成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林鹤冒着被我喷的风险上门挑衅，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故意刺激唐会长的？有道理，如果是林鹤的话，他的确做得出来。按理说，每年比赛，桑大场馆都会出一名评委，云渊阁是我爸，汉墨斋是林总，还有一家呢。李老好雅兴啊！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有心情摆弄这些破瓷片儿？林鹤跟我用这种口气说话，你还不够资格，让你父亲来找我。天禄院，桑大场馆以他为首，院主李伯周也是古董镇玩协会的会长，3年前刚从国家博物馆退了下来。只是，看你这表情，怎么这个李会长身上有瓜？只是他的那个私生活有一点问题。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，快救我！林鹤，把我儿子怎么了？我可什么都没干，倒是你儿子胆子特别大，敢私自倒卖国家文物。这不可能！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问集资局。但这样真的好吗？要是被别人知道，堂堂古玩协会会长的儿子居然倒卖国家文物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3件事。第一件，帮我在九州论剑上对付云渊阁。第2件呢？他你认识吧？云渊阁大地府周报现在跟我呢，你推荐进入比赛，代表林家参赛。你不是跟在老唐身边的那个？老唐这些年尽心尽力的培养你，竟然跟着一个外人勾结来对付他。我有我的苦衷，你不会懂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第3件，我要当评委。这不可能！你以为九州论剑这种等级的比赛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吗？想当评委？你以为你在干岸上身上就干净了吗？娶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媳妇儿，生一个比自己小40岁的儿子，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你儿子现在还在我手上。好吧，我只能尽量，但不能保证。那我也无法保证你儿子的安全。李会长，事情就交给你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你来晚了，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，这个时候把评委组叫过来开小会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唐副会长因病住院的消息你听说了吗？听说过。正好，那小玲啊，你就代表咱们协会去看望一下。可以。另外，唐副会长这次不能担当评委，那么替代他的评委由我亲自来指定。林鹤顶替了唐会长，成为了九州论剑大赛的评委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林鹤那个纨绔子弟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这林鹤该不会把古玩协会所有人都买通了吧？没有，但他像是拿住了李会长的某个把柄。李会长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他这人有什么资格成为九州论剑大赛的评委？李会长，林先生近日向协会捐赠了一尊战国错金虎符，足以证明其对文保事业的赤诚。错金铭文，嘉宾之福，右为王，左在吾安，此乃为珍品啊！李会长，协会里可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协会里也没有捐赠战国错金虎符的先例。我认为，就这枚虎符，足以让林先生成为评委。好了，大家举手表决吧。那件虎符肯定是李会长找来的，也不知道他被林鹤拿住了什么把柄。这下糟了，李会长在协会经营多年，威望甚高，林鹤现在又当了评委，现在还笑得出来？任他机关算尽，可惜还是遇到了我，一个有挂的男人。评委都在呢，你正常一点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不是云渊阁的大师兄和少东家吗？看着气氛有点不对劲儿啊！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，我就是想气一下那个老不死的，没想到他心理素质这么差，直接住院了。无耻！哎，怎么你先炮房啊？哟，以为靠女人买了这身衣服就能挤进上流社会？
我告诉你，屌丝穿上这身衣，他还是个屌丝。林少，有时间在这上蹿下跳的，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肾。瞧你给虚的！你血口喷人，你胡说！林少，最近是不是晚上起床上厕所的次数比较多，而且每次都不是特别顺利，还经常手抖、出汗什么的？你干什么？他胡说的，假的，他诬陷我。哦，难怪上次古董交流会你上赶子要当我孙子，原来是怕自己绝后啊！林少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比赛就快开始了，还不赶紧去准备？诸位，今日是九州论剑大赛决赛之日，参赛者都是业界翘楚。比赛项目旨在考验剑宝真功夫，眼力、学识、心性缺一不可。望诸位能够秉承去伪纯真之训，为古董真玩证明。第一项比赛真伪迷局现在开始。这10件古董之中，有5件是真品，参赛选手只能远观鉴定，严禁触摸。选手们要在15分钟内提交真伪鉴定表，并标注关键依据。看明白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干啥？你这是干扰我比赛！再不走，我叫人了啊！这是仿品，别看错了。我学艺20年，用得着你一个送外卖的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？那行不行？你会那么好心，肯定是专门过来干扰我判断的。我才不会上当。各位选手的分数已经统计完毕，低于90分的选手，很遗憾，你们被淘汰了。让我们恭喜获得唯一一位满分的选手，代表林氏集团出赛的周豹。周豹才是冠军，陆凡，你这个废物，等死吧！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哦，这位选手是对评委的判定结果有疑问吗？对，这个废物输红眼不认账，不用理他。古玩协会可不是你的一言堂，况且有这么多观众看着，总不能让人觉得协会是怕选手的质疑。陆凡选手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想问问周豹选手对那个珐琅彩瓶有什么看法？是真品还是赝品？当然是真品。此瓶釉色莹润，画工精细，赝纹完全符合宫廷造办处的风格。某些人靠运气捡了几次漏，就真当自己是佛眼金睛了。一个送外卖的，你懂个屁的珐琅彩！我建议咱们取消他的参赛资格，这种人参加比赛只会拉低咱们的水平。鉴赏至真，又何必人身攻击呢？古玩本就是风雅之事，阁下这么一场，人家还以为我们这是菜市场呢。云烟，你好了，陆凡，你继续说。那瓶子是现代化工釉做旧，瓶底能看到接胎的痕迹，隔着玻璃能看到瓶底接痕。哎，你就是吹牛也讲讲基本法好不好？来人，保安，把这个故意捣乱的给我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
我看谁敢！如果陆凡造假，自有规则惩处。陆凡，你的依据能否现场验证啊？验证，简单。啊！疯了！疯了！这个疯子敢故意毁坏价值几百万的藏品，保安抓他去坐牢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个就是证据。真是周江痕。开题有明显的现代粘合剂。不可能！不可能啊！这注胶痕还不到1毫米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不对，他一定是作弊，连专家组都看不出来的问题，你隔着玻璃看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当专家组都是白痴吗？这还不是一般的作弊，咱们一定要正确。林评委未免有点太过应激了吧？陆凡选手的基本功扎实，眼力好，又怎么会作弊呢？而且这只瓶子其实是隐藏题目，对不对，会长？啊，没错没错，这是协会设计的隐藏题目，恭喜陆凡选手获得额外加分。选手们稍事休息，半个小时之后，咱们开始第2项比赛。不用不用，又不是体育项目，而且我也没出汗。刚才你的表现简直帅呆了，你没看见林鹤那个表情？不愧是我。不过，根据我对这小子的了解，下个项目他肯定还得搞事。没错，现在李会长已经站他那边了。周报那个叛徒虽然可耻，但是我爸把一身本领都交给他了，确实有点难对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正常比的话，最多是个平手。那就不正常比了。哎，你可别骂脏话，直播间几万观众看着呢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又不是只会骂人。现在开始第2轮比赛。现在开始第2轮比赛。这3件文物是无款识、无文献记载的争议文物，选手需要在20分钟之内判断出文物的年代以及真伪，并且讲解自己判断的依据。所有选手不得触碰文物，只能远观或者使用组委会提供的高倍的放大镜。哎，我抗议！怎么了？他恶意干扰我比赛。这些文物放在这儿就是给人看的，怎么只许你看，不许我看呢？哎，我看什么，他就跟着看什么他。比赛现场总共就这么几件物品，你看过的东西，别人肯定也想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按照比赛规则，选手允许自由观察。周选手，如果你无法专注，可以申请意见。周师兄，你是害怕了还是害羞了？要不要给你拉个帘，粉色带花边那种？李会长，我看他这就是自己分辨不出来，所以故意出言干扰别的选手的判断。陆选手，你如果再干扰其他选手比赛，我可要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了。行了，我看这个比赛到这儿就差不多得了。陆凡，你当这儿是菜市场吗？
再该怎么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这块玉，新的，酸洗做旧。这个看着像是北宋磁州窑，其实啊是清代匠人仿制的。至于这个嘛，现代工艺品，看着像是麻纸，其实啊是手指和豆浆水刷出来的。说各位评委，你们这些题目出的也太简单了，没有挑战性。就这么好功夫，他全看出来了。这一下子还怎么比啊？他是故意破坏比赛规则，应该取消他的参赛资格。大赛的规则里可没有不允许选手提前公开自己的判断。林评委所说的破坏规则，具体指的是哪一种？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错，可以随时提出来。我相信李会长一定会秉公判断，对不对？根据组委会研究决定，这轮比赛3位选手全部晋级第3轮，所有选手做好下一轮准备。下面我宣布9州论剑终极回合现在开始。本轮规则如下：由3位选手介绍他们带来的藏品，包括年代、工艺以及大致的估价，并说明理由。诸位评委，这是我家传的明代犀角雕翅龙杯，您看着包浆温润如蜜，翅龙须发都是用油丝毛雕技法。可笑！拿一个地摊货也敢来浪费大家的时间？地摊货，这件犀角杯之前有人出价2000万，我都没卖。那您亏大发了。就你这破杯子，顶天了也就值个1500万。算的还挺准。而我这一件是北宋官窑的孤品。制作成本就100多万，比一般的真家伙都贵。器型仿的是商周青铜箍，釉面紫口铁足分明，釉层开片纹路完美符合金丝铁线特征，浑然天成。不得不说，做的的确像那么不少，几乎跟真的一样。此物釉色雨过天青，器型古拙，确属徽宗时代的审美啊！开骨沉手如铁，符合记载。北宋官窑，现今全世界仅存的不足10件，如果是真品，价值至少3个亿。不对劲，以林鹤的性格，如果真入手了这一件至宝，怎么可能不四处炫耀？只能用3进的方式来分辨吧，有点棘手啊。抽送外卖的怎么不说话了？来，让大家伙看看你那破画。哼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倒是资料准备好了吗？都在这里了。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林鹤和周豹他们肯定会对落款这件事发难。他有什么可说的？无款即无魂，一张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地摊货，你也敢说是张择端的真迹？你怎么证明啊？哦，对了，李会长的把柄有着落了吗？我们查到李会长的管家昨天深夜乘坐航班去了英国，而李会长的小儿子就在英国留学。无款无印，如何断代呀？莫非是臆造之作？这是碳14的检测报告，纸张年代距今890到950年之间。还有周豹，以他的眼力，肯定能看出这个发明，所以他肯定知道如何反应是最有利的。纸老它不等于话痨，宋代废纸不能多的是，后人拿去临摹不行吗？画作的整体风格上是很明显的散点透视法，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技法同源。单凭技法能说明什么？别说张择端了，哪一位画家的画作上面没有提拔印章？你这个破画的作者连名都不敢，肯定是摹本。现在的情况
这么不利，你想好该怎么办没？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懂什么叫透视法？我提议取消他的参赛资格。我刚刚是不是说过这话？大概在1个小时之前你就说过，记忆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都是纵欲过度的表现。林评委还是节制一点比较好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各位，大家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，好不好？陆选手，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你这幅画的价值，那我可要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了。我手里这份资料是北宋末期汴京以及周边地理环境的汇总。这能说明什么？你还要寻龙点穴呀？哼！这是我还原出的当时的汴京地形图，然后只有对汴京地形极其熟悉，并且绘画技法高超的画家，才能画出这样的画作。而张择端画过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自然把汴京的地形牢牢记住。狡辩，都是狡辩。如果是张择端的真迹，他怎么会不署名？因为这是一张藏宝图。不可能，还藏宝图？你以为你拍电影呢？是真的，我们汉墨斋已经联系了一部分考古专家去现场调研，传回来的结果显示，那些地点的确埋藏了大量北宋时期的文物。陆先生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林总交代，接下来就靠您了。辛苦了，交给我。太棒了，我们这下真的是胜券在望了。只要能证明这幅画是张择端真迹，大小姐，我看你是真不懂啊。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证明这幅画是张择端画的，但关键不在于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。你把我都绕晕了。这幅画是藏宝图，它的确能带我们找到很多北宋时期的文物。就凭这一点，即便它是路人甲画的鬼画符，它也是本届比赛最有价值的。我懂了，但如果李会长非要扣规则的话，我们还是会输。放心，他不会。这次的发现巨大，以云渊阁和汉墨斋的体量，无法把所有的文物发掘出来。李会长，这就需要李会长和官方牵线搭桥，才能够把这次的工程推进下去。这可是功在千秋的大事，一切都可以为他让步。李会长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就像我当时送外卖的时候转单一样，就算这一单的利益再高，送不完就是送不完，还不如转给别人卖个人情。原来如此。而且这件事的功劳实在太大了，如果独占，很容易招人嫉妒。但是他毕竟是李会长的小儿子，你觉得他会因为功劳大义灭亲？你觉得李会长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？啊，3位选手带来的藏品各有千秋，还需要我们评委组进行协商讨论，才能给出结果。我宣布休赛20分钟之后，再宣布冠军得主。我拜托了我英国的朋友打听了一下，李会长的小儿子貌似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文物走私到那边给卖掉了。我这边也稍微调查了一下，林家似乎有自己的仿制作坊，专门制造那些高仿文物的。近些年市面上流通的所有高仿文物，有90%出自于林家。所以那件北宋的官窑仿品就是这么来的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年这些文物已经耗空了林家的信誉，所以他们急需一个有分量的人来给他们背书。
好让这条产业能够继续做下去。我懂了，怪不得他非要将于渊阁拿到手，甚至想方设法哄骗我爸同意我俩的婚约。我爸因为这件事儿肠子都要悔青了。汉墨斋也曾经是他们的目标，只是可惜被我发现了。我请了很多的专家替我把关，他也的确消停了一会儿，直到周报被他收买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那些滞销的仿品都去哪儿？英国。吴凡这个臭要饭的屌丝混蛋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当时不也在拍卖会吗？你为什么看不出来？林少，我离看台10几米远，连上面画的什么都看不清，怎么能看出上面还有地图？而且那还是夹层画。李伯周这个废物儿子可真够狠的，我都只敢卖假的，他敢卖真的，活生生断了老子一条走私线。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个不要打下去，我们这个北宋是绝笔。各位等等，这几件文物的文献价值、历史，李伯周，国际刑警和缉私局都在找你儿。如果冠军不是周报，你知道后果。我宣布，本次大赛的优胜者是陆凡。陆凡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说正事儿，林鹤可能要跑路，得赶紧控制住他。我已经让 J 姐去跟着他了，放心吧，他跑不掉。周报呢？周报他已经被林鹤当做弃子丢在这儿了，我准备带他去见我爸，让他跟我爸当面赔罪。可以，我和他还有场赌约没有兑现呢，正好让唐会长做个见证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宣布结果的时候，你好像早就知道会赢了。你们还记得第1轮比赛的时候我摔的那个瓶子吗？这只瓶子其实是隐藏题目，对不对，会长？没错，这是协会设计的隐藏题目。李会长对于协会的声誉极其看重，甚至不惜和掌握他把柄的林鹤对着干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李会长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教授了，可以说得上是他事业的巅峰期。后来他就离婚了，抛弃了自己的发妻和长子，找了一个比自己小23岁的女学生结婚。你们说，如果说他重情重义的话，他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事吗？要是被别人知道堂堂古玩协会会长的儿子居然倒卖国家文物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他从最开始担心的就不是他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，而是走私文物这件丑闻。当年他因为抛妻弃子的事儿被骂得很惨，所以在那之后，他就想尽办法弥补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可怜的，他的发妻跟长子跟他恩断义绝，他年轻的老婆也卷钱走了，剩下那个儿子既没有出息也不孝顺。你可怜他干什么？人家早就已经名利双收了，而且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，地位可能还要再涨。你这么说我就有点不甘心了，难道这种人不应该受到惩罚吗？说到这个，他的报应
马上就要来了。那件战国虎符，林先生近日向协会捐赠了一尊战国错金虎符，足以证明其对文保事业的持久。那件战国虎符之前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上出现过，总不能是李会长为了让林鹤当上评委，现从地名挖出来的吧？我明白了，他藏匿文物还隐瞒不报，更何况他还直接将这件文物给了林鹤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像他这种人就不配当会长。没错，会长的位置就应该由我来坐。佚州那个老王八蛋居然敢背叛我，难不成他发现什么了？喂，那小子还在你们手上吗？好，看好他，千万别被警察发现。是谁？林少，周报参赛的那个北宋官窑刚刚被酸性检测出来了，是仿品。那又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周报已经把东西的来源交代清楚了。那只是他一面之词。是吗？能生产出这种程度的仿品，一般工厂可做不到。而据我所知，你们林家就有座工厂。李会长，在九州论剑大赛中，居然能让这种仿品晋级到决赛，简直就是对古玩协会的侮辱。您就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林爷，你就是协会的一个会员，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？我认为李会长年事已高，专注力跟判断力都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了。你以为当会长只需要会鉴定文物吗？当然不是。身为古玩协会会长，更重要的是正直跟严谨的态度，而不是因为私人原因故意混淆真假。你什么意思？给我说清楚！李会长，先前林鹤捐赠的那件战国虎符，究竟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？李会长，请吧。喂，林总，地方找到了。不服老是真不行了，这云烟阁也该让给年轻人了。师傅，您别这么说，这次小师妹已经取得了优胜，云烟阁的危机已经解除了。周报，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，我不该跟林鹤那混蛋混在一起。您就可怜徒弟的份上，您借我300万周转，好吧？师傅，周宝，上次已经说了，你已经不是云烟阁的人了，别叫我师傅。周豹，你怎么回事？来之前你说你只是想好好道个歉，怎么现在开始借钱了呀？小师妹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放高利贷的上门砍我一条胳膊吧？那能怪了谁？谁叫你非要借高利贷？周豹，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，你的一切跟云渊阁再无瓜葛。师傅，您从来都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处处打压我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可过我，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？钱还不都是你给逼的？你闭嘴！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周豹，原本想着你好好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可今天你怎么看都不像是来诚心道歉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别忘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个赌约没有完成呢。要么掏钱，要么把这块砖头给撕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把所有东西都砸了，统统销毁。林少，这批货咱们成本投入了几百万进去，您打算全砸？对，都砸了，连渣都别给我剩，干活！等等，谁说等等？你是？嗨，林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把他手里那玩意儿给我抢过来，10万！谁把那东西给我抢过来，我给他10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输不起，想赖账？你要是能拿来，啊，我把那个砚台给吃了。那倒是不必啊，400多万的砚台被你吃了，怪可惜的。这样，我如果带过来了，你把那480万赔给我就行。现在拿480万出来，要么就把这砖头给吃了。放心，我查过了，这砖头可比砚台可软多了，方便你下次赔。神经病，这东西怎么能吃得下去啊？那就掏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欺负我们都是老实人是吧？哎呦，那真是被你捏到软柿子，我们还真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听说你们最近在找一个叫周豹的小子。没错，我知道他在哪。放开我！你们他妈干什么？哎呀！唐会长，可以吧？我累了，小薇，送我回房间吧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可是听说那帮放贷的好想你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啊就送你们去团聚啊，带走。哎不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们是犯法的，你们犯法，别放开我！喂，110吗？我举报有人聚众赌博，而且还放高利贷，涉案金额高达300万，太过分。周大少，这300万现在利滚利可500万，怎么着？这打算还吗？哥，再给我3天好不好？3天，3天个屁！我师傅是唐振岳，他有钱，他有钱是吧？他有钱怎么不给你还呀？我看这样，我今天先把这胳膊卸了，这样他自然不就给到钱了吗？给我认出来！哎，不能啊！干不到！我们几个闹着玩呢。我告诉你，有兄弟，我跟我说你死定了。是不是？是，闹着玩，不对吧？我听说这里有人在放高利贷，还参与了聚众赌博。你超敢信我？不是我，扫废话，统统带走。误会。事情忙完了，都搞定了。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技术专家。哪位是啊？是他。朱警官，你好，我叫陆凡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您过奖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我去，好家伙，不愧是当过会长的人啊！这收藏也太丰富了吧！这个画瓶新带的，还有这个太师椅，一代的黄花梨，值老鼻子钱了。哎，那个青铜爵啊，那个是仿品。那除了这个，其他都是合法的。这也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。那些被藏匿的文物不存在，或是藏在其他地方，也完全有可能。哎，那块地板的颜色不均匀，有可能下面藏有密室之类的地方。朱警官，麻烦你去查一下这个宅子的基建图。朱警官，在寻找地下室之前，有一个地方你肯定想去一趟。陆先生、唐小姐，一起吧。这个地方你们肯定感兴趣。啊？
还有我们这儿。林鹤违法仿造文物的工厂找到了。林先生，您现在的行为非常不理智，我建议您尽快停手吧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少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！今天不仅你走，凌烟那个臭婊子，还有陆凡那个臭屌丝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林先生，你怎么每次都把场面搞得这么不体面呀？100万，我出100万，不管是残下还是坐牢了，全家老小我负责。林总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抓到林鹤，怎么回事？石头，坐住他！都别过来，不然我砸了这无价之宝！陆凡，都是你！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臭屌丝，是你毁了我！你老拿身份地位说事儿，怎么没了这些东西你就一文不值了吗？放屁！凭什么你？就凭我赢了。赌石你输了，拍卖会你输了，九州论剑你还是输了。你老说我是个臭屌丝，那你呢？赢不了一点的废物。住手！让他摔！反正是假的，假的，怎么可能？不信，不信你自己看看背面。陆凡，你赢我！你看看你，又输了。一败涂地啊，林少，好好去监狱反省反省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！我觉得这个还是放在博物馆里比较好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保管的。这不是天禄院吗？被你盘下来了。啊！不过某些人是不是太狂妄了，拿自己的名字当做招牌？哎呀，谁让我是老板？那陆老板，店有了，老板娘的位置还在吗？这不是给你留着呢吗？那么我就提前恭喜二位了。林总，最近多谢你的照顾啊。不必说了，我要去竞选古玩协会会长，到时候还要请两位多多支持。那是肯定的。唉，看来我就是搞事业的命。走啦。走啊，老板娘，去古玩街逛逛。走啊，捡漏去。